认识这款车吗？只要把手放上去，就能把它开回家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50只手同时放在拖拉机上，最后一个把手拿开的就是谁的。有人表示一定要把车开走，也有人表示不坚持到最后，绝不回家。但是拖拉机只有一辆，谁会坚持到最后呢？如果有人想去厕所，可以拿着这支雨刷，手拿着雨刷也等于没有离开车。3个小时后，节目组给他们拿来了水，当小花喝水时，却洒了下面的大叔一身，大叔被淘汰了。大叔怀疑小花是不是故意的，但是节目组还是给了他1000美金。5个小时后，节目组拿来了披萨，看来他们都很饿，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着。这位大叔竟然用2只手去拿，另一个女生1只手拿着披萨，另一只手去拿水瓶。等反应过来时，已经被节目组发现了，又淘汰2人。这时主持人提出，现在选择退出的会得到神秘大奖。10秒钟考虑时间，胖妞果断伸出了双手，竟然是一辆新款汽车。虽然不及拖拉机，但是胖妞很满意。比赛进行到这里，只要选择退出的都会有礼品和奖金。9个小时后，比赛还剩下43人，主持人拿来了睡袋，或许在睡觉时会淘汰更多人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睡觉时的自然反应让他们和价值30万美金的拖拉机失之交臂，但是他们还是拿到了1000美金。19个小时后，比赛还剩下28人，他们已经10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。这时主持人提出，现在有人退出的话，其他人会有秘制大汉堡。一个女生选择了退出，可能是女孩很仗义，也有可能是她太累了。主持人如约拿来了很多汉堡，看得出他们饿坏了，个个大口大口的吃着。小花表示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汉堡。长按点赞按钮支持下作者。评论告诉我你会参加这样的比赛吗？23个小时后，比赛还剩下24人。这时2位助手想体验一下拖拉机的马力。当他踩进油门时，后面的人被吓了一跳。这时小胖好像做出了选择，虽然淘汰了，他还是拿到了手机和电脑。这时主持人拿来了一块木板，他竟然要在拖拉机上玩飞车。幸亏小伙子技术好，但是这位大姐好像太投入了，竟然在鼓掌。28个小时后，比赛还剩下20人。这时一辆黄色汽车驶过，主持人介绍，谁碰到外面的那辆汽车就是谁的。话音刚落，3个人果断做出了选择。最后粉色衣服的小哥得到了那辆汽车。剩下的17人，主持人安排了牛排，但是一个手吃牛排好像有点费劲。这时帽子哥伸出了另一只手，又淘汰1人，他也得到了1000美金。33个小时后，比赛还剩下13人，看得出他们都很疲惫，实在撑不住的就眯了2眼，但是手不经意间就离开了车子。又淘汰2人后，主持人决定用胶带把手粘在车上，可以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。但是还是有人挣开了胶带，忍不住的一些小动作让他们失去了这辆30万美金的拖拉机。这位小哥伸出手抓了一下脖子，缓过神又急忙塞了回去，但还是被节目组发现了。淘汰的几人也拿到了礼品，价值5000美金。比赛还剩下6人，主持人决定加大难度，把拖拉机升高50公分。这时又淘汰1人，这位小哥得到了1万美金。比赛还剩下5个人，主持人决定再一次升高拖拉机的高度，这次直接升到了腰间。41个小时后，卷发哥表示很累，快要坚持不住了。主持人告诉他，如果他现在退出，下一个100万挑战会继续邀请他。卷发哥爽快地做出了选择，他也拿到了1万美金。随后再次把车子升高，一直达到了脖子处。可想而知，这个高度会让本来酸疼的手臂雪上加霜。50个小时后，4个人都很倔强，目的也很一致，表示一定会坚持到最后。这时主持人再次加大难度，要求他们仅用1根手指贴在车子上。3个男人都选择用食指勾住车子，金发姐选择用小拇指，这看起来好像更加难了。54个小时后，主持人提出，现在退出的会拿到2万美金和一部电脑。光头哥果断做出了选择，然后便拿着东西离开了。这时金发姐提出再加5000美金，她也选择退出，主持人竟然同意了。金发姐拿到了2万5000美金和一台电脑。比赛还剩下2个人，主持人决定再次升高拖拉机。2个人仅靠1根手指挂在拖拉机上，黄毛明显体力不支，那根挂在车上的手指也在颤抖，而另一个人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。这时主持人提出，现在退出的话可以拿到4万美金。黄毛也只是考虑了3秒，还是选择了那4箱马内。最后大眼哥得到了梦寐已久的拖拉机。激动的他流下了眼泪。如果是你，会坚持到最后吗？3个人被困在纸板做的鬼屋里，谁先找到出口就能够逃出去，不然就会和吸血鬼待在一起。小特被困住了头部，还好双脚可以移动，他开始往前走，刚进入另一个房间就被撒了一头的面粉。
小特生气地问候他，但是却没有人回应，他只能继续往前走。下一个房间有很多蜘蛛丝，还有几个一动不动的小可爱。小特不敢停留，赶紧穿了过去，终于闯过了这一关。小特恢复了自由身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吓得他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时白毛的声音响起，就在隔壁的房间。房间的门上有一个问题，影子会在什么时候消失？小特看了一下时钟，现在是晚上7点钟，那肯定是半夜12点的时候没有影子。于是他把指针转向了12，吓得小特一脚踢飞了他。玻璃门也奇怪的消失了，钻进去果然看到了白毛，他被蜘蛛丝缠得紧紧的，丝毫不能动弹。小特赶紧扯掉蜘蛛丝，救出了白毛。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大箱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挂着一只布娃娃，旁边还有3个绳子空着，难道是要挂上一些玩具吗？但是也没有反应啊。小特看到地上还有布娃娃，正好凑够了4个，挂好之后，箱子底部出现一个洞口，刺眼的亮光透露着诡异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他们只能继续前行。2个人来到了新的房间，这里好像一个厨房，水果怎么是黑色的？2个人好奇地打量着四周，忽然从炉子里钻出一个大人。白毛和小特警觉地往后退。男人自我介绍是这里的管家，还特意为2人准备了食物。看到对方这么热情，白毛和小特也不好拒绝。但是当看到盘子里的食物时，2个人只想再重新选择一次，而管家却说吃不吃无所谓，中间的甜点才是主角。走之前还警告他们不要碰他的冰箱。这时中间的甜点忽然动了起来，白毛掀开一看，原来是大伟，叼着的苹果里面还有把钥匙。掀开桌布，大伟被锁在纸板箱里。白毛尝试用那把钥匙打开，还真的打开了，但是身上还有一把锁，而且还是密码锁。他们必须找到4个数字的密码。白毛想到管家不让打开冰箱，但是为了朋友他必须冒险。里面只有4个罐头瓶子，至于这么保密吗？等等，4个瓶子，难道4个数字密码和这个有关系？小特倒出来一瓶，里面果然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27，另一瓶的里面是35，难道密码是2735？小特试了一下，竟然不对，那3527呢？终于打开了密码锁，大伟摆脱了束缚，这个房间的出口肯定就是管家离开的地方。3个人赶紧钻了进去。新房间有一个电视，还有3把椅子，他们以为这些鬼手是假的，于是就坐在了上面。殊不知那鬼脸正在盯着他们。等他们坐好以后，鬼手突然抱住了3人，头顶还出现一根绳子。他们好奇地拉动绳子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难道这个跟颜值有关？白毛自信地拉了一下，随后是大伟，最后是小特。鬼手真的松开了。你觉得他们谁的颜值高呢？电视机也神奇地移动到了一边，出现一个洞口，3个人赶紧钻了过去，看到窗帘下面有一双鞋子，还以为有人藏在那里呢。打开一看，只是一双鞋子和几个玩具娃娃，吓死宝宝了。小特发现娃娃的后面有一个字母。这时另一边弹出来一张床，里面的女孩突然坐了起来，问他们要鞋子。小特很害怕，赶紧交给了她。女孩接着又说，只要猜出她的名字就有机会找到出口。话音刚落，他们赶紧找线索，把翻出来的字母贴到墙上，组成了3个字：马冬梅。没错，我就是叫马冬梅。这时身后的玩具娃娃突然哭了，只要让他安静下来，我就告诉你们出口。白毛拿起来一看，这就是个假的，要怎么哄啊？还是抠掉电池比较省心。女孩接过娃娃就离开了。你还没说出口在哪呢？突然他的小床又弹了回来，里面却没有人。这是提示我们坐床离开吗？大伟首先躺了进去，害怕的蒙上了脸。等他穿过去之后，接着是白毛，最后是小特。大伟已经等候多时，但是只等来了小特。那白毛去哪了？你们知道白毛为什么会消失吗？这时电话铃声响起，里面是白毛的声音，他大声喊着救命。2个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另一边的电话又响了。神秘人告诉他们，想要救白毛得加快速度了，而线索就藏在电话里。随后更多的电话同时响起，小特看了一眼墙上的榔头，一个接一个的砸开电话，寻找线索，最后找到了一串电话号码。大伟赶紧拨过去，却打开了新的洞口。2个人赶紧钻了进去，终于找到了出口。白毛就绑在对面的树上，小特和大伟冲向白毛，解开了他身上的绳子。3个人终于自由了。为了防止其他人闯入鬼屋，白毛一把火烧掉了诅咒的房子，再用水浇灭火星，一点痕迹也没留下。